馅料包好多。我这是外带的纸皮烧麦。卤过的鸭子，然后呢再去炸，让它的皮收紧变脆。最后呢，在上面刷上一层那个麦芽糖，所以就会甜甜的。它的鸭皮跟鸭肉是不同的味道。水淹大火顶，火烧凌云寺。这样看还是很壮观的啊！好大的2只脚啊！这造出来真的很了不起。乐山的第2天，我们现在坐着那个电动3轮车去吃一笼烧麦，等一下吃完去看乐山大佛。那这几天就是阴雨绵绵。那是谁好？啊？就是你说的吃那个一笼烧麦，那是谁好？一笼烧麦什么？那生意好的哈。生意好的很啊。哦，要排队吗？可能不得排队哦。这边节气才可能才要排队。下去看大佛，晓？对，正好去看大佛。你去看过那下公子那儿都活得没得大佛的嘛？什么？下公子都在那里大佛，不要钱的大佛。我进景区看的。啊？要到景区里看的。要到景区里看。对。没的下公子看过，那个下公子那儿看不要钱。不，没关系。要爬上去爬一爬。小朋友第一次坐3轮车，电动3轮车的体验。原本行程中安排了峨眉山，由于在九寨沟等天晴而耽误了。看着外面的天气，还蛮庆幸没有拖家带口雨天上山的。虽然乐山去峨眉山的高铁只要15分钟，但是上峨眉金顶的话，需要先从高铁站搭车走山路2小时到达雷洞坪，再小走一段。搭上缆车到达山顶。另外，山顶上的住宿真的不便宜，动辄4、5千台币1晚，很普通的房间。山顶海拔3000多，还冷，如果阴雨，既看不见日出，也看不到云海，所以这次就无缘峨眉山吧。就是这家一笼烧麦，现在因为还11点刚出头，中午的时候可能要排队的。我们刚刚就坐这个车过来，这里是一个上中顺区，也算是一个应该说商业区吧，针对游客的商业区，还是蛮热闹的，而且吃的东西很多。那基本上都是乐山的特色，这个牛烘烘蹺脚牛肉也是很知名的，然后什么赖阿婆甜皮鸭也是很知名的，钵钵鸡，还有临江鳝丝，这些很地道的乐山菜。然后这里是烧麦，看看。走，可以。应该是有各种口味的，进去看看。馅料包好多。我这是外带的纸皮烧麦。甜皮啊！
这个甜皮冰粉，这个酒酿小朋友不能吃。来试试这个甜皮鸭，甜皮鸭它的做法呢，我查到说是先是卤过的鸭子，然后呢再去炸，让它的皮收紧变脆，最后呢在上面刷上一层那个麦芽糖，所以就会甜甜的。它的鸭皮跟鸭肉是不同的味道。爸爸，这个不好吃。哦，它有一点像有点像烤鸭，对，像那种不是包饼式的烤鸭，这个不好吃，蛮好吃的。这个应该是蟹粉味，然后这个是鲜肉，还有一笼是香菇，这个是鲜肉，好像。它的皮是很薄的，像纸皮烧麦。来试试看。这个是蟹粉，哎呦，都已经流出来了。这好像不能叠的，妹妹等一下。它上面的皮虽然有点干干的，但是下面那个馅的地方就是很鲜美，那个皮就是感觉也不会粘牙，然后很有韧劲。要了，等一下剪。它的馅很好吃，很大，料很足。好。它不是蟹粉，它是蟹粉的肉，就是有那个蟹油的肉，很鲜。我再来试试它的香菇煮。等一下哦。里面有什么？有肉跟香菇。香菇很香，香菇比蟹粉感觉好吃。它里边好像还有一些白菜还是什么，咬起来有点脆脆。蟹是那种海鲜的鲜味，那这个香菇就是一种菌菇的浓郁味，很香的味道。再来一个鲜肉，都很可口，它口味不重，算蛮清淡的，不像四川的一些很辣的东西。我本来是想吃下面的。下面黄色那个好像会辣。会。它的肉加上葱，也很香，有点像那个葱肉包的感觉，里边的馅。我不想再吃下。在乐山鸭子特别多，看这个雷鸭子，然后前面是什么？加州中鸭子，就是甜皮鸭特别多啊。这里就是前面又有这个什么好鸭子，都是鸭子。这是上中顺区啊，我觉得这个一笼烧麦不如小笼包好吃，它就是上面的皮有点干，然后里面的馅呢，那个汤没有很多，比较下来还是小笼包比较好吃。然后像我这边有一个蹺脚牛肉，那我查过呢，这个蹺脚牛肉的起源大概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，它就是当时那个码头叫做苏矶古镇，当时是一个水陆码头，那个码头呢，很多船工为了省钱，然后又吃到肉呢，就把那个牛下水，一些什么内脏什么的东西放在一起煮，然后那个汤基本上就是清汤，放入葱还有辣椒还有什么花椒这些东西调味，结果煮出来就变得很鲜。后来经过改良呢，它会加入一些中药的东西，所以就保留下来这个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蹺脚牛肉。蹺脚牛肉昨天我们吃过，还是蛮好吃的，它的汤真的很鲜。这个乐山大佛，我们打车到北门，然后北门这里有一个游客的停车场，再穿过来还要往前走一段，好像。下雨天真的很麻烦。还好没有到很大，也不会冷，我是觉得不会冷，10几度，但是果果一直说很冷。这里蛮旧的嘛，然后从那个一路从这里穿过来，都是穿的小路。有此去，到底怎么走啊？对啊，这为什么水在往这里走？是往上，我要问你。你好，请问一下，大佛要往上走吗？
啊，再往前面走的吗？谢谢。还要往前。这个大佛的景区好难找啊，可能开发的不是很完善，一路先要经过很多家当地的饭店，煮的什么蹺脚牛肉，要走好多路啊。然后一路上都是在拉客的，问你要不要吃饭，要不要住店。要不要请导游？结果打车下来还是要走这么多路，我们就是想下雨太麻烦了。啊，他每一家店都写着“大佛从这里出去”，然后就是想让你经过他的店。这个社区真的有够老。啊，这里才走，还要再往前走。穿过那个老的社区，那个社区倒蛮适合作为电影拍摄地的。啊，前面应该就是入口了。有很多冰箱贴啊，出来再买啦啊，不一定从这里面肯定也有，你可以先买没关系。刷，你就刷。检点时别灯，请通行。海报证，等一下。啊，进来这个乐山大佛景区还是蛮古色古香的，那些检票口的建筑什么都是蛮古的。好像它3000年前就在了，还是多少时间？这边的门票我是80元，反而果只要40元，好像港澳台同胞是半价。先走，进去看，有一个大佛，这是苏东坡写的佛字。应该是一路这里慢慢的上去，然后走到大佛的顶。沿大佛顶上旁边的栈道可以下佛脚。哎，这个景区进来一路上山，最主要今天下雨啊，其实不是很高，还没有军舰岩高啊。走。啊，下雨太麻烦，小朋友走的都湿掉。不过路其实蛮好的啦，走走停停还蛮舒服的。而且这个山里面不是山里面，这上面都有植被。雨也不怎么会滴到你头上，因为今天小雨，你就慢慢走就好了。进景区就走上一个平台，走了大概5分多钟的楼梯，然后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个3江汇流的地方，青衣江、大渡河、岷江3条江在这里汇合。然后平台上面这边呢有一个郭沫若雕像，他呢是一个历史学家、文学家，但是其实对于他的风评呢，就是在后期他好像蛮那个站立场，就是有一点两头草的感觉，然后有一些作品里边就会加入一些政治色彩。这个灵宝塔我们走上来介绍都没有，到底是什么时期？是什么样子的？远看就看到了，蛮漂亮的，是一个很古的，但它中间那些洞里面都没有佛像了，佛像都去修复了还是什么，还是没有保留下来，之前就被偷走了。原来它的介绍在最下面，不在那个塔上面。乐山是凌云山9峰之一，明代的，嘉靖年间1554年，13级，29米高。这一路沿途都是这样的窟，里面有各种内容。这个要有一点
历史或者是考古知识。不请导游的话，自己不太懂。就是它这个由来，都是一些卦位图、八卦图、八卦与阴阳。凌云寺，这就是凌云寺的一些壁画，凌云窟。我最早知道这个大佛其实是看《风云雄霸天下》里面，水淹大佛顶，火烧凌云寺。这什么佛？在念经啊。这是游巫寺吧？这个寺蛮宏伟的，蛮壮观的。从凌云寺穿出来就可以看到这个大佛的佛头，好壮观啊，好大啊，真的厉害哦！在这么早以前就可以雕出这样一个大佛，真是信仰的力量。这个佛是很壮观啦，但是人太多了，而且今天下雨，人还那么多，一个旅行团一个旅行团。上面也有人可以看。只碰泡那个没有。你最好吧，让它可以这样的。那有洞洞人很多，全都挤在这里，因为最近景区在维修，所以它佛右边的那条路没办法走下去，现在只能从左边的路走下去，走到它的脚，在原路上来。这个25元的乐山冰淇淋，它有不同的造型，然后有塔，还有那个一个佛的签，一个圆形的签。然后我问他为什么没有佛造型的，他说佛不能吃的。有点反光啊。那一下还要加吗？有没有加吗？说到我在顶上。这海通禅师，他做的乐山大佛，海狮洞，看海狮了，海通禅师，哎呦，他就在里面修行的，他住在里面，苦修，就是那个和尚住在里面，以前他住在这里面的。哦，哎呦，这里面蛮暖的嘛。三江交汇，这里看比较清楚嘛，比刚刚那个上来的平台清楚。这是大佛，跟大佛同一个面向的左边，它的左手边。然后这边有一条道可以下去，下到佛脚。好了，1大2小他们去餐厅等我，我一个人下去就好了，否则带这个妹妹很难走。它其实大佛的右手边原本有一条路可以下去的，那条路比较陡，是以前修的应该。然后左手边这条路是比较缓一点，
但通常应该是右手边下去，然后经过他的脚，然后左手再上来。但现在右手边的路在修，只能左手下，左手上。下雨天蛮滑的。很吵，这里的人真的很吵，都很大声。对，这里是佛脚平台观火，要一路走过去，完全走不了。总算下来了，大概2分钟的路走了10几分钟，现在就绕到大佛脚下去，还要穿过一条洞。外面就是佛的脚，然后全是玻璃遮起来的，绕到它的正面去。哦，这里看很壮观，非常壮观。原来是这里有一条栈道，然后再修，从那边下来，从那边上面一直下来的。这条栈道在修，这样看还是很壮观的啊！好大的2只脚啊，这造出来真的很了不起。走下来20分钟，看了大概20秒钟，2分钟不到，再走上去。走上去人没那么多了。其实早知道就坐游船来，隔着江来看大佛就好了，就可以不用在这里走路，也不用跟那么多人在那里挤。虽然就没有那么近的距离，但是可以看到整个大佛的。现在来到了苏园，应该是以前苏东坡苏轼有居住过的地方。我没想到这个乐山大佛的景区那么大，我本来以为进门看一看佛就可以出去了，没想到里面一圈很大，还有什么凌云寺啊，然后各种的寺庙啊，然后不同的观光的景点。哦，那个出口那里是其他车是不能进去的。对，你们算住在里面的居民？对，我们就是这个负责人。哦，这样子。就只有一班。对，一天就只有一班，对。刚开通没多久。啊，是刚开通的哦。这些都没有。哦，否则去都江堰还要成都转车。对对对。要去成都东大转，还要转到西湖站。啊，对对对。乐山还有这小型的公车。这是一趟蛮新的列车，好像是新开设的车次，而且车厢也是那种蛮新式，就是两边都是2个位置这样子，上面还有手抓的。但是呢，遗憾的就是这趟列车上面没有东西吃，也没有任何东西卖。2个小时，2个小朋友只能吃一些零食了。我们也没有准备，以为上车可以买到。现在是从乐山到都江堰，2个小时。我们在晚上8点多的时候到达了都江堰，也是在下雨，还凉凉的。然后，出站真的，我是觉得，我个人在大陆旅游越多，就会对这里的人越失望，很不遵守规则，很喜欢挤。我们都江堰的酒店定在景区里面，冠县的景区里面，所以我后面就是这个冠县的宣化门大城门。这个城门好像很新。附近很热闹，它就是一个旅游的游客的区域，很多商店什么的。哎，这里是健身房和洗衣房，还不是我们的房间。2个胖子，这个
下吧，金箍棒。然后又有智能设备，进来。地方不大，但是装修还不错，蛮新的。哎，这是电视哦，好大的电视哦。好，这个房间200多人民币，它算在特价，平时是400多。这个酒店还算不错。接着昨天说啊，昨天还没说完，为什么我在中国大陆旅游越多，出去越多，会越对这里的人感到失望？就是一方面就是我之前说过好几次的，他们完全没有秩序可言，都不会排队什么的。反正明明有那种拦住的地方，让他们进行一列的队伍，他们都会一堆人挤在那里，把那个拦住的地方的空间尽量利用，能挤多少人就挤多少人。